大家好，我们再聊一下有关肖战的最新新闻。人民网呢曾经采访过肖战，那他的采访呢可以说是肖战所接触的所有采访里最质朴也是最有深度的一个。15分钟，主持人所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推敲，肖战的回答呢也引发大众思考。我是一个不善于去逃避的人。主持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剧中呢作为男主来演这样的一部剧，你觉得你和剧中的角色之间的贴合度会有哪些呢？其实作为一名新人演员，拿到剧本时会很疑惑，这是正常现象。肖战拿到剧本时也是如此，他会想，我跟他像吗？但是在研读剧本反复钻研的时候，就会明白相似的地方，或者说已经进入了角色。他说他不是一个善于逃避的人，自信心、自信感来源于角色。肖战不仅在该采访里说过，也在其他采访里透露过，一开始做演员他是自卑的，或者说是失去自我，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前方呢都是未知的，可能你走错了一步就意味着功亏一篑。而且肖战没有学过专业的表演，面对那么多镜头他会迷茫，这也是他一开始有的困惑。好在努力适应，克服了困难，这也有前辈及朋友的帮助。他的朋友在那段时间会跟他说，让他自信一点，即使是非科班出身又如何，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压力呢固然有，但他会认真琢磨角色，自信感来源于角色。比如说魏无羡这个角色，很多人说肖战之后再无魏无羡，其实两个人是平行时空的相互成就，是魏无羡给了肖战自信。流量代表着有人喜欢你。肖战谈及流量的时候说，其实提到流量这个词，其实很多之前就有朋友问我，哎呀，你呢觉得流量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在对我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对流量这两个字有一点害怕，有点觉得是一个贬义词，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流量代表着有人喜欢你，有人喜欢你是你的魅力，你自己有魅力，别人才会喜欢你。肖战能够有这么多粉丝，被这么多人喜欢，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真的是清醒而克制的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看肖战语录？因为他说的很多话都很有道理，不仅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从低谷而来，就不会再害怕回到这个地方，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就要努力的往上走，往前走就行。从鲜少有人知道到家喻户晓，这段时间要付出的多少，只有他自己知道。多少次咬牙坚持，多少次深夜买醉，可能不会有人理解，但是他做到了。曾经的那些都是奋斗的历史，也是走过的印记。其实当初如果肖战要知道发生那么多事，他可能会退缩，这是他说过的话。主持人呢总结说，不知者无畏，也就是那份好奇驱使着他往前冲，探索未知领域。虽然经历了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但有时候还要感谢那颗好奇心，因为正是那份好奇才能有今天的肖战。肖战的采访不单薄，不空洞，不敷衍，不乏味，可以让观众认识到不一样的他。无论经历什么风雨，依然向阳而生。这句话呢，不仅是魏无羡，更是肖战。其实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肖战值得的采访，你会有很多的收获，也会重新认识一个新人。除此之外呢，肖战的品牌再次上架，销量突破。众所周知呢，上周肖战品牌开设了一个小火炉，推出了新的火锅产品，这引发了购买热潮。一旦上线呢，就即使没有即时空间，这也使得许多没有连接，就是引发了这种购买的热潮。一旦上线呢，有很多人发现没有这种链接呢，然后有很多人去抢。品牌方呢也去积极回应，新一批的麻辣牛肉火锅和鸳鸯锅呢11月的时候会上市。这次呢和上次一样，刚上市销量就突破了100万。一些球迷说他们上次抓了4个箱子，但这次呢没有抓到1个箱子。有一些粉丝说呢，他们第二次上网时还是没有抢到1个箱子。事实上上次被抢的粉丝又买了，这也证明了全新这种产品的味道其实还是不错的。其中的麻辣牛肉火锅呢属于肖战重庆家乡，
而鸳鸯锅呢则符合很多不能吃辣的粉丝的需求，打算开个小炉子呢，其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它可以非常小心的要求和这种粉丝的反馈，从以往消费者购买的反馈来看呢，产品的质量控制和口感控制都非常好。至于发货时间呢，为什么定在10:05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打开一个小炉子，因为肖战的生日快到了，时间呢就是把小灶上时间定为10:05。其实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品牌方当时是非常重视肖战的生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呢，这种爱呢是也在粉丝眼里，这是小火炉新品呢如此受粉丝欢迎的原因。俗话说呢，你情我意，粉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群体。虽然这次还有很多粉丝没有拿到，但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在网上听到第3波的消息，最多可能就1周吧。喜欢他的粉丝呢，一定要定好设置闹钟，不要轻易的错过。因为新产品是从发布到这种出厂呢，都是质量呢都是严格把关的，只有质量好的、味道好的才能达到我们所的期待。当然呢，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自己的口味。如果你喜欢辛辣的食物，可以选择辛辣的味道；如果不能吃辣的，可以选择鸳鸯锅。你必须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选择。最后呢，肖战支持的是我们所支持的，但也不要盲目的去支持，因为我们必须记住，买的需要的东西呢，这就是肖战所一直倡导的，也是所希望看到的。好，我们之前呢说过，这个10岁小朋友以肖战为榜样的时候，就说立志成名一名优秀的演员，并且是在这个文荣奖颁奖的典礼上。其实这个10岁的小朋友呢，也是登上了这个颁奖典礼的舞台，同样的也是在这个舞台上，他说出了以肖战为榜样的这番话，当着所有的在场的明星演员，还有工作人员，还有所谓的业界的大佬等等，这位小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其实唯有赤子之心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奖项。算起来呢，这一届文荣奖呢共计有16个奖，这里面呢有最佳男主角奖，有最佳制片人奖，也有最佳影片奖，如此等等等，琳琅满目，无所不包。但是呢，相比之下，文荣奖的这16个奖项都不及这一份赤子之心。在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场合下，在许多人都不愿意提及肖战名字的时候，这位小朋友手中捧着奖杯，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而你可曾知道，他手中奖杯的名字便是未来之星。诚然呢，文荣奖的16个奖项在娱乐圈里颇有地位与影响力，但是呢，这一份赤子之心又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奖项呢？在这场颁奖典礼上呢，宾客满盈，他们衣着靓丽，男帅女美，有的甚至奖杯拿到手软。但是呢，这位10岁的小朋友呢，只想成为肖战，一个并不在场的演员，一个被很多人忽略又被很多人记起的演员。其实我相信呢，有这一份赤子之心的肯定其实就够了。同时呢，也联想到小朋友手上的奖杯，也希望这小朋友能够顺顺利利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像肖战一样迎风奔跑。好，我们再来聊一下赵露思的问题。赵露思呢，小姐姐呢，在11月1号的早晨7点34分的时候发微博，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不该不开心。发文之后呢，微博点赞目前呢已经窜至了111万，4万多的评论，有鼓励也有批评。作为今年的热门小花，露思小姐姐呢，这次不是因为戏上热搜，而是因为一次乌龙表白事件。首先呢，来理一理这次乌龙表白的前因后果。这次事件的男女主角呢，分别是肖战和赵露思。肖战应该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就是陈情令演魏无羡的那个肖战嘛，对吧？大家都懂的。在电影版《诛仙》里呢，饰演张小凡。今年肖战呢，也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时光，大半年之后呢，风波才过去。赵露思小姐姐呢，今年倒是十分出圈，凭借着传闻中的陈芊芊和我喜欢你2部剧，小姐姐拿下了一众少男少女的心。话说这两人还算是有缘，都是流量明星的代表，而且呢，此前两人还合作网剧《我的皇帝陛下》。在剧中呢，肖战饰演的温柔腹黑王爷
与赵露思饰演的沙雕穿越少女有一段情感纠葛。因为这部戏呢，赵露思和肖战算是认识了。10月30日晚上10点多，一张赵露思表白肖战的微博截图在网上开始流传，一时间呢，赵露思喜欢肖战成为热议话题。一时间呢，赵露思和肖战的粉丝个个福尔摩斯上身，开始验证真伪。最后发现截图上赵露思的名称后有个三角，而实际上赵露思微博并无此标志，因此这肯定是造谣无疑。2个半小时之后呢，赵露思的工作室也迅速发表声明，表示图片是 P 的，赵露思的个人微博并未发此博文。至此呢，这件乌龙表白事件的真相呢已经水落石出，是有人造谣无疑。我等吃瓜群众呢也准备微微一笑，继续去追剧了。然而呢，2天后，就在事情已经平息后，11月1日上午7点34分呢，我们的露丝小姐姐在自己的微博发文，没有伤害任何人，所以不该不开心。这个时间点，这个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2天的乌龙表白事件。毫无疑问呢，赵露思这边一发文又快速窜上热搜，赵露思再次成为焦点。对于女主角迟了2天的回应，很多人表示不买账，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第一，从表白到辟谣再到本人回应，这怎么看都像是一条龙服务。在事情平息后再来回应，又上一次热搜，怎么看都有炒作的嫌疑。第二，肖战实在太惨了，把好不容易口碑回转新戏上映，结果成了绯闻男主角。第三，赵露思先前点赞内涵宋茜微博，回应与今天的如出一辙，让人难免生疑。这件事呢，无论真假，赵露思迟了2天的回应都难免有炒作的嫌疑。作为一名吃瓜群众的我表示，赵露思本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形象确实挺彪的，有点东北汉子的味道，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次回应是小姐姐被网友问烦了，不得已的情绪发泄。赵露思和肖战相识于微时，2人在还未成名时呢，一起合作网剧，在花絮中2人相处的也十分和谐。赵露思也在采访中表示，战战在拍戏时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我，这种在低谷时相互扶持共同战斗的情谊是难能可贵的。如今呢，肖战凭借陈情令大火，赵露思也开始陆续出演大女主，2人的事业都逐渐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赵露思应该不会如此明显的蹭老朋友的热度。况且这一番操作后，很多人对赵露思的观感下降，她并未得到实质好处。2016年，赵露思参加超级女声的海选，此后呢，开始进军演艺圈。看她以往的采访，在节目中她表示自己没有什么野心，公司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最开始的时候，赵露思拍戏时总是哭不出来，用她的话说，没有那么多的伤心往事来酝酿情感。但是呢，为了完成工作，还是尽心尽力的跟着老师学。拍我的皇帝陛下时呢，导演说该角色需要一个东北女孩来演，而赵露思呢是四川人，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她就去学东北话。她追着东北小品来学，每天呢都要笑几百次，不知不觉呢就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后来剧拍完了，但是赵露思的东北话也改不掉了，到现在还有粉丝以为是她东北的。从出道到现在，赵露思演的大部分都是甜宠剧的女主，傻白甜的方式特别适合她。近几年她演了10几部甜宠剧，无一不是甜笑加卖萌，演技总体来说是过关的，哭和笑都是让人共情的。但是这种模式化的演戏方式也限制了她。于正在演技派中曾告诉赵露思，演员就像一个蓄水池，当水消耗一半的时候，就要立即努力把水蓄满。这句话呢，我深以为然。不论是演员还是歌星或是普通工作者，只有不断的让自己吸收新的东西，才能够越来越好。赵露思已经今年22岁，在别人还在跑龙套的年纪，她已经大火，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从她这几年的工作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一部剧呢接一部剧，每部剧的套路都差不多，她无需过多调整自己，只要演好夜情小主就行。如此频繁的拍戏，演角色的重合度如此之高，对于赵露思日后的发展未必是好事。
当演戏成为一项不需要费力重复的程序工作时，演员的激情和兴趣必然会不高，如此怎么会有高质量的产品呢？好，希望赵露思呢多向赵丽颖学习，打磨自己的演技，接更多的优质剧本，越走越远。好，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对肖战的支持一如既往。好，拜拜。